小李，你给女汉子设定的标准是什么？不会特别爷们儿，但是遇到需要维持正义的事情，我们就要站出来。就是说你这个人身上的正义感很强，你就因为这个事儿要跟人分手是吗？不是，他有时候有些过，有些不该他管的事情他就去管，跟他完全没有关系，他就上去给我举个例子好不好？像有一次他们女生上排球课，完了呢，在学校的操场的铁栅栏旁边有一个暴露狂，别的女生看见都纷纷吓跑了，他觉得自己可能了，上去就冲到那个暴露狂面前，指着鼻子大骂，给暴露狂最后都吓跑了。同学后来到我面前就说：“你的女朋友真厉害呀，简直一超人呐，简直一穆桂英啊，把那个流氓都吓跑了。”我听了这件事情之后，我非常来气啊！你气什么呀？我为他的安全担心呢。他这样冒冒失失的跑到流氓面前，他记住他的样子回来报复他怎么办呢？我哪儿不安全呀？我非常安全。学校就是我们的家庭，就是我们第二个家。我在家里面有什么不安全的？反而我遇到了强盗，遇到土匪，我就应该把他们赶跑。不是说不管，而是换一种方法，可以找一个男生或者请老师去处理这件事情。为什么每次你都是自己冲上去呢？好，我问一下姑娘。你当时跟那个暴露狂说了什么？我就跟他说：“我说你赶紧离开，再不走我们用台球打你了。”陶老师，一般的女生碰到这样的事儿之后，是应该像咱们小李一样，还是有更好的方式？我个人的建议是，因为他是属于病态人群，所以你不必以这样的方式去对待他。女生比较好的是忽略。如果他刻意冲到你的面前了，你可以用镇静、平静的状态去面对。但是像这样的方式，多多少少你男朋友的担心呢，也是有一点点的。我个人也不是太建议你去以这样的方式去对待他。记住哈，就这点小事儿就累哈。还有很多事情呢，就比如有一次我们去坐地铁，当时就有几个孩子，也就5、6岁那么大，非常可爱在那个玩耍嬉闹。他在旁边就说：“假如以后我有个孩子，我肯定先教他如何排队。”当时呢，这几位孩子的妈妈听到了很不乐意，就把孩子领到后面了，时不时的还指桑骂槐，说些风凉话，一路上都非常尴尬。孩子嘛，就得从小去教育。我就跟那孩子说：“我说你去排下队呗。”然后家长就非常不愿意。一个孩子，你去跟他较什么劲呢？像我们现在大学生那里面排队吃饭，然后那个不排队的，那不就是从小他妈妈、爸爸没教育好吗？他们不愿意教育，我就替他们去管孩子，怎么了？那以后你有孩子，别人当你面这么说你家孩子，你心里会好受吗？对不起，我以后会把自己的孩子教育得很好，我不会让他们发生这样的现象。他每次都是这么振振有词。他有一次坐公交你别提那坐公交的事儿，你一说我就跟你生气。你说吧，那公交车上一男一女也是大学生，然后我就感觉给我们大学生都丢脸，行为举止非常的过分，就在那儿卿卿我我的，把边上的一个老大娘就逼到过道里面去，不敢坐在他们旁边，因为他们动作太大了。然后我就说了一句：“同学，请您注意一点吧，旁边还有个大娘呢。”我说还有孩子呢，这样影响挺不好的。劝几句人不听，你就忍忍过去就得了呗。他一直跟人争吵，但是因为这事我还为他挨了打。谁让你上去打架了？我让你去劝了，我让你去动手了吗？我看他妈骂你吗？动手了就是你不对，本来我们很有道理的。有一回逛街看一小偷，然后我看见呢拉着那一姑娘的包，然后我就喊抓小偷，有人拉包了。结果了，他愣是没管。当时非常危险，小偷离他就不到1米远，手里还有个刀那当时不就过来给你也划一刀吗？不就刀上面挨了一刀吗？但是那姑娘我至少保护住了，她的财产没丢失。你当时如果说她是一个，不是，关键警察都说见义勇为一定要量力而行啊。我最生气的有一件事儿，她有一个朋友意外怀孕了，男朋友呢就给扔了1000块钱，说把孩子打掉。她的朋友呢就跟她说了。他当时听完之后想都没想，冲到那个男人寝室，把门踹开就破口大骂，闹得满城风雨。最后那个他的朋友堕胎的事儿全知道了。你这有点不对吧？这事儿其实当时没考虑那么多，就觉得这一个男人太不负责任了。难道我去找他理论一下不对吗？你说这事让你最后整的人尽皆知。是，我觉得这事儿是我有一定的责任，但是我要教会一个男人怎么去负责任。后来你批评教育过之后，他们好了吗？结果我告诉你吧，主持人，他朋友跟他闹掰了。谁能高兴啊？这种事。对，所以有的时候他讲一个方式和方法哈，你就因为这个很累是吗？特别累。现在是你要分手是吧？对，我要分手。为什么呀？我觉得他作为一个男人吧，首先我做什么事儿，他就应该先支持我，在我做这些事的同时，他可以帮我出谋划策，至少我身边有这样一个人，也多了一份安全。但是他却袖手旁观，而且有的时候他还
因为这种事儿跟我吵架，跟我闹，我就特别不理解，我做的事儿哪儿错了吗？姑娘一肚子委屈是吧？对，凡事都是有个度，但是这个度过了就不好了。你们愿不愿意听听专家老师的意见？愿意。来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小姑娘她这份心是好的，但是就像我们老话说，有一句叫什么“好心反而办坏事儿”。我觉得你男朋友有一句话说的是对的，就是你要注意点方式方法，而且你要注意，首先要保护好自己。当你面对一件事情的时候，不同的方法会产生不同的效果。就比如小孩在那儿打闹，你要说甩着风凉话，哎呦，我得先把咱家孩子教育好了，这搁谁谁都不爱听。你要说小朋友，你看这是地铁站，你这样跑跑闹闹的太危险啦，姐姐带你找妈妈去好不好？找着家长以后，哎呦，那大姐您看这孩子这么跑来跑去太危险了，您那个稍微注意点，看着点儿。那我想这妈妈也不好说什么。小姑娘是方式方法有问题，咱们小伙儿也有自己的问题，有点个人自扫门前雪，太不张罗事儿了。你既然说了你可以做这事儿，但你要有个分寸，你要有个度。那好，你是男人，你来告诉他这个分寸和度应该怎么把握，而不是彻底的去断了他这个念头，彻底的制止他。我得承认，我们都是懦弱的大多数。10个人里面，至少有8个人会选择跟你一样的态度。懦弱的大多数并不因为我们天性懦弱，而是我们想的太多，顾忌太多，或者是我们身边没有像这样勇敢的敢站出来的这样一个，不管男还是女，都是一个侠客一样的人物。比如抓小偷这件事情，如果大家都不吭声，就所有人都看着，你就甘愿做那个懦弱的大多数吗？我不愿意，但有的时候我也不够勇敢，我需要有个人站出来说抓小偷啊，我能跟着他后面一起冲上去摁住那个小偷。但如果没人首先站出来，我做那个第一个站出来的人，我要掂量掂量，因为我试过了。你女朋友是那个恰恰敢站出来那个人，所以我说她像金子一样，值得我们非常热烈的掌声，为她骄傲。反过来说女孩几句哈，侠客的最高境界叫侠骨柔肠，你不能光有侠骨，你还得有柔肠，你要用柔肠感化它。另外呢，确实讲究方式方法。首先我要觉得你的这个行为这种正义感是特别的美，可是在这个过程中我听到的是另外的东西，比如说你会讲这个小孩子就应该教育好，这个男人我要交给他负责任。很多的时候你大量的用的是这样的语言，那我听到的是你在以你自己的标准去要求和衡量这个世界，那么她也会用这样的标准去要求她的男朋友。可她男朋友也是出于自己的过往经验和自己的感受，来希望他不要那么的强于出头。其实你们2个人真的只是各自的生活经验不一样，但不管怎么样，你们都是爱着对方的，而且无论对方为你做了什么，都是出于爱。在见义勇为和见义不为面前，我们一定要见义勇为。那么见义勇为应该怎么为？我认为有的时候确实是应该见义智为的，而不能见义乱为的。当然这些东西要靠经验。你看你刚才所做的那些做法，有很多做法就值得考量。比如说捉贼，没有什么比生命更重要，你完全可以用手机把它拍下来，然后再报案。还有别人男女之间的事儿，这不是你可以做主的。很多情况下，这样的见义乱为确实有的时候会做出亲者痛而仇者快的事儿。2011年，一位姓蔡的先生在路上听见有人说捉贼、抢劫，他一脚油门轰了上去，把被追的那个人撞死。事后才得知，这2者之间根本不是抢劫关系。被他撞倒的那个人是加油站的经理，后面追他的那个人是加油站的员工，他们之间并不是抢匪与被抢的关系。所以说，有的时候在没有调查的情况下，你见义乱为，会伤了很多人的心，甚至就像我刚才所说的这个案件当中，2个家庭都为此而付出代价。所以说，还是那句话，我原来在节目当中曾经说过，要见义勇为，不能见义不为。可以义薄云天，不能意气用事；可以勇而为之，不能有勇无谋；可以有所为之，不能为之不法。那样的话，你的见义勇为才是恰恰实实的做到了最真之处。最后说你的第3个问题，我和陶老师有同感。你在不知不觉当中以你的标准在衡量这个世界，我也曾经犯这样的错误。在做了爱情保卫战之后，更多的观众认为好像我这个人是正义的斗士，但有的时候这种东西光环加在自己头上的时候，你就会以你的黑白之分来分辨别人的是非。
但有的时候事情是会有第二种间接的方式。老师，我想说一下，我没有说我觉得我自己的道德有多高尚，我只是想做一些我力所能及能做的一些正义。你在做这些事情的过程当中，我没有伤害别人，但很显然，你做的这些事情的方式，就已然表现了你的冲动。我并不是冲动，我是非常温文，然后过去了解去说的。就说你的闺蜜那件，你认为你做对了吗？那是偶尔，我以后会吸取这次的经验教训。这不就是了吗？我们不就是在帮你吸取这些教训吗？你如果她不是你的女人，她在干那些事儿的时候，你一定在旁边偷笑，认为这人有点傻。不能吗？你为什么会感觉累？就是因为她做了很多你认为是闲事儿的事儿。我累，我是在考虑她的安全。是啊，如果这个女朋友是省事儿的，跟你的想法是一致的，你就不会觉得累，但那就没什么意思。所以说人性就是这么奇怪和奇妙，恰恰是因为她是你的女人，所以很多情况之下，她做了一些你认为不该干或者是价值观之外的事儿，你还会为她而默然承受。对，所以说有的时候人生就是这么精彩，因为爱，你们联系在了一起，你去做了这些事情，而你那些觉得没有意义的事情也变得有意义。我的岳父这样形容我的老婆，他说她是个平时不惹事儿，但一旦要惹上了事儿，多大咱都不怕。我觉得他这句话形容我老婆形容的特别的贴切。有的时候在某一些事情方面，我真的还不如他有正义感，还不如他胆大。就像你刚才所说的小偷划别人包的那事儿，我媳妇儿就干过。当时我就特别的担心她，但她一点儿都不怕。明晃晃的刀呢，她敢冲上去。我说句实在话，那时候我内心有点害怕，但就是因为她是我的女人，我爱她，所以那一瞬间好像我也变得勇敢。然后两人一起上去制止她。夫妻之间肯定是互相影响、互相转化。你有你自己的是非观，他也有他的是非观，但因为你们之间是爱人，所以他很多事情为你而承受。而你在做任何事情之前，也要想到，第一，还有另外一种方法可言；第二，我是一个有爱人的人。就这样，平心静气的想一想，这个男人除了有时候显得懦弱一些，他爱不爱你？他对不对你好？同样的道理也是一样的。你爱他的那部分是哪一个部分？每人30秒钟的时间，我希望你们把自己的心放到你们的爱上去，看看能不能再往一起走。我们一起进入黄金6分。其实吧，我一直都是很喜欢你的，可是我有的时候真的是为你的安全而担忧而考虑。正义的事儿我也非常喜欢，我也非常愿意去做，可是你有的时候真的是非常危险。我真的希望我们彼此给彼此一个机会，我们以后好好的走下去，你不要离开我好吗？那你会认可我做的这些事吗？不管别人怎么看，别人怎样议论我，但是我也……时间到，请亮灯。好了，两位，你们应该知道这个节目的规则：男生请走到女生转出来的地方，女生走到男生转出来的门。两位请回去。这个秘密究竟是什么呢？来，请关门。各位来拿起手里的表决器，你们觉得他们今天牵手在一起继续往前走的可能性大还是不大？如果你们觉得大，请选择支持；如果觉得不大，请选择反对。现场有75%的观众朋友挺看好他们俩的，还有25%的观众说我不是非常的看好。大家是怎么来思考这个问题的呢？我们随便抽几位观众来问一下。来，姑娘，你是看好啊还是不看好啊？我是看好。问一个问题很简单，如果你的男朋友就像今天那个姑娘一样见义勇为，你是支持还是反对？支持，他做的事儿我就支持呗。只要是他做的你就支持哈。谁选择的是不看好？麻烦把手举起来示意我一下。来，我问一下啊。我觉得他俩价值观不太一样，感觉好像是蜘蛛侠和一般人。谁是蜘蛛侠？女生是蜘蛛侠。你有女朋友吗？有。来，我选的是支持。我觉得你们两个人就不能在一起。
他价值观不同啊，他选支持，他选反对啊。不是，我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。然后，因为咱这是爱情保卫战，然后从他们俩的爱情来看的话，在他们的爱情方面感觉没有什么问题，只不过在一些正义的事上有问题。你是蜘蛛侠呀，还是普通人？我是普通人。如果有一天一件事情真摆在你的面前，你愿意做蜘蛛侠吗？如果我的女朋友卷入其中，我肯定做蜘蛛侠。要是你女朋友不卷入其中呢？那可能就一般人您举手的是吧？您不看好的理由是什么？就这个女孩真的太好了，社会真的需要这样的人。我觉得这个男孩真的就是他不懂得珍惜，他没有发现这个女孩的优点。我们简单的做了一个小调查，其实我们大家会发现，对美的那一部分东西，大家都是挺喜爱的。他们俩今天都带来了各自心里压抑的秘密。当他们看过这个秘密之后，会不会影响这两个人的决定呢？我们一起来数5个数，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。5、4、3、2、1，请。这是他的秘密是吧？对，他的秘密就是说，他爱你。比这个让我更加感动，因为我没想到他会为我做这么多，而且默默的付出了这么多，而且还不。带着呀，该你问了。你愿不愿意做我的女朋友？那你愿意在我背后支持我吗？尽管我有的时候冒冒失失的。不愿意。来，对，有请小花童来。谢谢你们俩，请回。感谢杰里亚为本节目嘉宾订婚提供的一个套装礼盒。送这个礼盒的目的就是要你告诉他，爱要有你才完美。订婚成功的男女嘉宾将获得由聚焦摄影提供的一份价值10000元的婚纱摄影套餐。来，各位，让我们一起来见证这个浪漫而神圣的时刻。宝贝儿，以后我一定会对你好的，我一定会让你感觉你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。这个当着这么多人亲，有什么感受啊？能感受到他还是愿意爱我的。我有一段话要讲，我尤其要对女生说，我始终坚信英雄是可贵的，但英雄的家人更可贵。爱人是高尚的，但爱人所爱更高尚。谢谢老师。谢老师。